大家好，我是不二酱。喜欢三国游戏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五维这个概念吧？所谓五维指的是5项能力：统帅、武力、智力、政治、魅力。很多三国游戏都会给三国人物设定5维，就像这样。不过呢，这些设定主要是依据《三国演义》。于是不二酱突发奇想，我要是做一个系列，以三国历史为依据，给三国人物的5维评分，会不会很有意思呢？说干就干，先来做个说明吧。不二酱设定的5维分别是用兵、武力、谋略、政治、领导力。给用兵评分依据是战绩、战术、理论；给武力评分依据就是武力呗；给谋略评分依据就是奇谋、战略；给政治评分依据是制度、民生、政绩；给领导力评分依据是用人、凝聚力。评分时采用的是百分制。差不多就是这些了。在正式开始前呢，不二酱还是要说3点。第一，人物的能力实际上是无法量化的，所以本系列有营养的部分主要在于我提供的评分依据，至于我给出的数值纯粹个人观点，大家抱着娱乐的心态去看待就好了。第二，非常欢迎大家在弹幕和评论区展开讨论。第三，我都说了，纯个人观点，请抱着娱乐心态看待，所以不要骂我。当然了，非要骂也无所谓，反正现眼的不是我。好了，正式开始吧。第一期我们要评分的对象是我是谁？赵云。首先是用兵，我觉得吧，能看这个视频的朋友应该不至于相信赵云是保镖，赵云是文官这种低级谣言，所以咱们就直接说战绩吧。凭战绩依据是攻取地盘和歼敌。地盘方面说一个比较颠覆的冷知识，赵云打下的地盘有2个郡，在蜀汉五虎和曹魏五子里排第一，哪怕是当过诸侯的马超打下的地盘也没有赵云多。但是这2个郡是赵云在入蜀时打下来的，当时刘璋军的主力都被刘备缠住了，这2个郡的守备力量不会太多，所以说赵云打下的地盘大，但含金量不算太大。再来说歼敌，入蜀期间赵云虽然打下2个郡，但对方守备力量不算太多，歼敌自然也不会太多。汉水之战，赵云用计打败曹军，曹军自相践踏，坠入汉水，而死者甚多，这是赵云歼敌最多的一次。第一次北伐期间，赵云的任务是带着疑兵牵制敌人，自然也没什么歼敌机会。总的来说，赵云的歼敌数并不算太多。再来说战术，入蜀期间，赵云神速攻下2个郡，虽说守军不算太多，但也可见赵云攻城水平不错。汉水之战，赵云用计击败曹军，体现了他擅长谋战。第一次北伐期间，诸葛亮设下声东击西之计，让赵云率领疑兵占据击鼓，引诱曹真，结果曹真上套，派出大众对付赵云。要知道当时曹魏在关西的兵力并不多，这所谓的大众撑死也就1万左右。既然1万左右军队对赵云来说都算大众，可见赵云的兵力也就几千，而且赵云带的那可是疑兵，战斗力肯定不行。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，赵云依然死牵住了这股曹军，诸葛亮的声东击西之计因此大获成功，轻松秒掉了曹魏3个郡。随后曹真更是亲自率军前往对付赵云，依旧是被赵云死拖住。可以说牵制敌人的工作赵云已经做到了最好。遗憾的是，随着马谡在街亭的大败，赵云的一切努力付之流水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汉晋春秋记载，诸葛亮在战后提到过，击鼓的蜀汉军队是多于曹魏军队的。三国志则记载，诸葛亮在战后提到过，蜀汉军队在击鼓犯了疏于防备的错误。很多人据此认为赵云在第一次北伐的表现其实很糟糕。然而看了我上边列出的史料以及分析，就能知道牵制敌人的工作赵云已经完成得非常出色了。至于汉晋春秋和三国志的那2条记载，
实际说的是马谡失街亭以后的情况。马谡失街亭后，诸葛亮无奈下令撤军，曹真于是懒得再管赵云，他率领大军前往收复三郡，留下一支小部队盯着赵云，由此才造成了所谓的击鼓的蜀汉军队多于曹魏军队的情况。而赵云呢，街亭丢失后，想到之前的一切努力都化为乌有，他估计也是心灰意冷了。在此情况下，赵云疏于防备，外加他带的军队本来战斗力就弱，最终在曹真留下的小部队的突袭下战败，也是可以理解吧。而且赵云虽然败了，但他临危不乱，亲自断后，结果是物资和士兵损失都不大，这也体现了赵云的能力。好，开始评分吧。战绩上赵云还算可以，战术上赵云则是个多面手，在攻城、谋战、牵制、撤退等方面都有出色表现。但有个遗憾啊，那就是赵云一生带兵没有超过1万人，因此我们无法得知他指挥大军的能力。综合考虑后，赵云的用兵我给85分。下面来说说赵云的武力，首先要说的当然是招牌的长坂坡之战。真实的长坂坡之战，赵云的表现当然没有演义里那么拉风，什么单骑冲杀83万曹军，斩杀敌将50多个，那都是演义虚构的，但是含金量却不比演义低。你想想演义里的小兵那是什么水平啊，跟泥巴捏的差不多，是个有名有姓的将军都能随便玩坏他们，这样的小兵就算有83万又有啥意义呢？他们能抓得住赵云吗？没这个能力，知道吗？然而历史上赵云面对的那可是虎豹骑，是曹操的王牌部队，在别的部队里能管100个人的军官，在虎豹骑里只能当一个普通小兵，就这么牛逼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赵云还能带着小鹰阿斗外加甘夫人从5000虎豹骑中毫发无伤的脱身，这个战斗力你品一品吧。除此之外，《云别传》还记载赵云在汉水之战中率领数十骑兵在大股曹军之中反复冲杀，风骚走位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当然这个记载或许存在夸大，但不管怎么说，赵云的武力都是极强的存在，我觉得可以给个96分吧。再来说赵云的谋略，汉水之战，赵云面对大股曹军玩了一把空寨计，他下令大开寨门，停止擂鼓，吓得曹军慌忙后撤。随后赵云抓住曹军阵型散乱之机，突然下令擂鼓，同时万箭齐发，轰杀曹军，导致曹军彻底丧胆，乱作一团，以至于自相践踏，坠入汉水而死者甚多。这一战体现了赵云拥有很强的奇谋能力，战略方面赵云也很强。我们都知道赵云反对刘备伐吴，他认为曹操刚死，曹丕篡位，人心不稳，这正是攻打曹魏的大好时机。老实说，过去我觉得赵云提的这个建议很傻，毕竟刘备后来打孙权都失败了，打更强大的曹魏怎么可能有好结果呢？后来我看了一些史料后才惊讶的发现，我靠，赵云这个战略真他妈逆天了。大家来看看屏幕上的这些史料吧。是的，就在公元20年曹操死后不久，曹魏统治下的关西地区就爆发了大规模叛乱。2011年，就在刘备派出军队伐吴后，关西地区再次爆发大规模叛乱，后来又有苏衡、屈光等人的叛乱。可以说，曹丕执政初期正是曹魏在关西的统治最不稳定的时期，这正符合赵云对曹魏做出的人心不稳的判断。如果刘备听取赵云的意见，不去伐吴，而是集中兵力伐魏，那么趁机拿下关西，再拿下长安是很有可能的。知道了这些，再回头看看赵云的战略是不是逆天了？可惜刘备没有听。综合来看，我觉得赵云的谋略给个90分不过分吧。估计有人会说了，别扯了，赵云又不是谋士，谋略怎么能给90分呢？白象觉得这种谋士的谋略能力一定比非谋士强的看法是不对的。简单来说，乔布斯执掌苹果公司时，
他手下肯定有专门搞创意的人吧？那你觉得这个专门搞创意的人，他的创意能力就一定比乔布斯强吗？再打个比方，马谡是谋士，陆逊不是谋士，那你觉得马谡和陆逊谁的谋略能力更强呢？在我看来，一个人专门担任某种工作，只能说明他确实在这方面有一定能力，但不代表不担任这项工作的人在这方面的能力就一定不如他。赵云虽然不是谋士，但他在谋略方面的实际表现的确就是很强。我认为评价能力就要看实际表现，而不是看身份，大家说是不是？下面是赵云的政治。赵云担任过贵阳太守，也就是说他管理过一个郡，在此期间虽然没有什么突出政绩，但也没有什么负面记载，这就说明赵云具备管理一个郡的基本能力。在我看来，这种情况下政治可以给到70分。最后要说的是赵云的领导力。汉水之战时，面对大股曹军，赵云下令大开寨门，士兵毫不犹豫地听命了。第一次北伐，赵云在战败后还能做到从容撤退，损失很小，这些都说明了赵云对军队拥有比较强的掌控力。此外，赵云担任过贵阳太守，具备管理一个郡的基本能力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赵云一生带兵没有超过1万，所以我们无法得知他管理大军的能力。综合考虑，就给个80分吧。好了，由此我对赵云的评分就出来啦：用兵85，武力96，谋略90，政治70，领导力80，总分421分。大家觉得这个评分合理吗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看法哦。最后说一下，这个系列呢，我是按照蜀汉、曹魏、东吴的顺序交替做的，也就是说下一期我会选一个曹魏人物来评分。估计有朋友会问，那吕布之类的群雄人物怎么办？这个简单，参考《三国志》的划分就行了。比如《三国志》是把吕布算在魏书里的，所以我会在给曹魏人物评分时给吕布评分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这是系列的第1期，对我来说相当重要，而且评分以及写评分依据时要思考的东西非常多，真的很辛苦，所以拜托大家多多3连转发支持一下吧，谢谢啦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啦。